来了。林先生，如果林萌萌今天可以无罪释放，我们希望您可以再一次接受我们专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萌萌平安。你说呢？我立刻下载。要多久？这要看容量有多大。行了。怎么了？播放不了。这样吧，我重新下载一个视频软件。拜托，开庭时间到了。好了，下载好了。现在我用这个软件播放一下。庭审即将开始，请公诉组进入法庭。知道了。有画面了。这是海威大厦的地下停车场，看来目击者是在车里等我。这目击者是看见明星杨丹，想用手机录下来发微博吧？怎么了？又怎么了？又卡住了。别急，别急。即将开庭，请公诉组进入法庭。知道了，马上过去。是审判长让我来听。知道了。是林泰，怎么会是他？又卡住了。整个法庭都在等你们，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继续下载。下面由辩方证人林泰，也就是被告人林萌萌的父亲出庭，他将证明被告人林萌萌和被害人杨丹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女儿萌萌和杨丹之间是可以和睦相处的，而且萌萌也不止一次的告诉过我，说她非常喜欢杨丹的歌声。让我们大家想一想，童警官看，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子，她就是再痛苦的人，我相信最多也就是任性的发泄和撒娇而已。一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是我的宝贝女儿，真是禽兽不如。我深爱她们。童姐，我坚决不相信这两个人之间会你死我活。立刻将资料递交法庭，让立案重审，最快的时间去调查林泰的事。我有点激动啊，不好意思。庆幸的是，我们碰上了这位非常优秀的周律师，把我的女儿拯救出国。谢谢你，周律师，谢谢。感谢公正的法庭，我的话说完了。公诉人是否反驳？案发时，也就是你女儿开车撞向杨丹的时候，
你在哪儿？我吗？我在家里。审判长，合议庭，我申请休庭10分钟。为什么？我承认这是一个特殊的要求，但我有一个重要的资料需要重新整理。好吧，亲手杀了自己的女朋友，还让自己女儿顶罪，王八蛋！你安静点吧，现在骂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今天不会让林泰离开法庭，不可以再一次放虎归山。可是我们现在唯一的证据都失效了呀。他非常冷血，非常狡猾，非常有钱，但是他还有一个弱点，非常骄傲。骄傲往往是有害的。你想干嘛？我想试一试。审判长，合议庭，杨丹的死亡是因为一桩绯闻纠纷引起，在此，我必须询问对方证人和绯闻有关的问题。同意。你独自掌管一个2000人的公司，拥有20多亿身家，称得上是成功的男人。过奖。你认识被害人杨丹多久了？差不多4年。你爱他吗？爱。他爱你吗？爱。那么，你如何看待案发前几天杨丹传出的绯闻？你不记得了？好。炒作。有10几家的媒体网络同一时间报道这个事件，并提供了清晰的视频。你到底想问我什么？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杨丹的绯闻。审判长，我拒绝回答。我觉得这与本案无关。公诉人，请注意自己的用词和问话方式，但证人必须接受盘问。你作为一个成功人士，自从你爱人6年前去世之后，应该社会上有很多单身女子在打你的主意。我爱人去世之前也有很多。那你主动追求过哪些人呢？在我的记忆中，都是女人主动追求我。那杨丹呢？一样。你爱杨丹吗？什么是爱？你想过娶她吗？想还是没想，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你曾经送给她价值昂贵的住宅珠宝、名牌手表，堪称花费不菲。你刚才曾经说过我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我很清楚，美貌是用来消费的。哦，这个你大概还不太懂。但是案发15天前，你赠送杨丹一枚价值130万的钻戒，作为求婚礼物，是不是？6年来，我曾经给4个女人送出过钻戒，但钻戒上刻了2个字“泰丹”，可见你对她用情很深。早知道这么麻烦的话，我刻上社会主义好了。好。我承认，我曾经在某一个瞬间动过结婚的念头，行了吗？你想跟他结婚的这个女人，她爱你吗？爱。如果爱你，为什么
他一再和其他男人出现绯闻。你又在纠缠这个问题，审判长。审判长，知道媒体怎么评价这个案子吗？一顶绿帽子引发的血案，所以我应该要盘问清楚。肃静。可以继续盘问，但必须注意用词。让我们继续杨丹出轨的话题。麻烦你说一些负责任的话题。此时此刻，全中国大概有1人通过微博和网络关注这场庭审，我当然会对我的物话负责。爱人红杏出墙，对男人来说往往是奇耻大辱。你如何面对这种背叛？他背叛我，他敢吗？照你这个说法，潘金莲虽然勾引了西门庆，但也并不代表他想背叛武大郎。案发前2天，他为什么向一个既没有钱又没势又结过婚的男人奉送了自己？我警告你，你不要再说这个。我来告诉你原因。当一个人长期吃不饱，就只能去别人家蹭饭，没办法，这是事实。请问林老板，面对这种侮辱，你为什么忍辱负重？没人敢侮辱我。那绿帽子是谁给你戴上的？你搞错了，我没有戴绿帽子。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分手，我甩掉你。如果真是这样，你女儿为什么要去找杨丹？那是她的事情。因为她实在无法容忍自己父亲的懦弱。我懦弱？你说我懦弱？但杨丹却当着萌萌的面再度侮辱了你。那是她侮辱自己。案发当场，杨丹明明用手指着你的鼻子骂道：“我不做你的林夫人了，怎么样？”对不起，我告诉你，那是因为我在车里抽了她2个耳光。他下车之后继续辱骂你，所以我开车撞了她，我把她撞成肉泥，懂吗？不是用钉子扎死她，撞成肉泥，撞成100次都不多。你不是公正吗？哎，检察官，不是公正吗？审判长合议庭，他才是本案的真凶。啊？你不要这样说，法官，不是这样的。混账！我会死在龙背城哦！我会死在你手里！啊！接到他以后，你把话献给他吧。为什么不能是你啊？算了，今天萌萌她一定会排斥我。过几年后她成熟了，自然会理解我。我只是不能接受萌萌成为孤儿的现实。那我先过去了。
位观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一。我们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为您现场报道本地著名金融企业家林泰之女林萌萌涉嫌谋杀其父女友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上午9点将在这里开庭审理。就萌萌的行为来说，死刑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15年的刑期是不能改变的。别说15年了，1天都不行。我要的是无罪释放，别再跟我说15年的事儿，好吧？不可能。可能的，可以的。对不起，周丽，你以前创造过奇迹，这次一样，告诉我你可以创造奇迹，行吗？我们要尊重现实。我告诉你，现实是什么，周丽，一个20岁的小姑娘，要在监狱里待15年，所有最美好的年华都放在监狱里。这就是现实，所以我要你的奇迹，你要给我创造奇迹，你可以的，告诉我，啊！不可能。观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一。我们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为您现场报道本地著名金融企业家林泰之女林萌萌涉嫌谋杀其父女友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上午9点将在这里开庭审理。一直以来，广大民众对这起富豪之家的女儿杀后8案件异常关注，从而引来各路媒体对这个案件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试问，一个20岁的女孩为什么要杀掉她即将登门的明星后妈？在整个事件的背后，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幕呢？72号机，检查员车到。2号机。这位就是本案的公诉人洪涛，也是近些年来检察院备受瞩目的青年才俊。很多扑朔迷离的重大案件都是被他盖棺定论。注意左手边，律师团到了。辩护律师周丽为民政国内的1线律师，也是最昂贵的律师之一。当然，再昂贵，对于我们被告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注意，林老本到了。这场审判之所以轰动，除了是因为被害人是著名歌星，更重要的是因为夹杂在死者与被告之间的人物，本地著名金融企业家，富有传奇色彩的林泰。
也是被害人的恋人。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内心里在想着什么，是为死去的女友心疼，还是为犯罪的女儿担忧？林段先生你好，请问你女儿为什么杀了杨丹？是两个人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吗？我女儿没有杀人。但是现在检察院人证物证俱全，你有什么解释吗？你有什么解释？不要轻信他们的判断，也不要迷信那些所谓的证据。我再说一遍，我女儿没有杀人。如果不是他杀，难道是自杀吗？马上开庭了，拭目以待，好吧？如果杨丹跟萌萌同时掉到井里，您会先救谁？这种问题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吗？等会儿还有10分钟开庭了，我们正式录播吧。OK，开工。虽然全城热议的焦点是死者杨丹，但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把目光锁定富豪林泰，他才是整个事件的发源地。2号机切过去，检察院入场了，切入。洪涛一直以来负责的都是重大案件。1997年法学毕业，进入检察院，负责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林泰。我敢打赌，这童检一定更希望站在被告席上的林泰。这样也成啊，父债女还。被告人的父亲请来最贵的律师，无非是想让他的女儿林萌萌最大限度地被宽恕。但目前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他又能翻出什么浪？被告人林萌萌，女，20岁，艺术学院大3的学生。这样一个漂亮的花季少女，如今却因为涉嫌杀人而走上了法庭的被告席。6年前，林萌萌的母亲因病去世，从此，她的富豪父亲便成为了社会上各种单身女子竞相追求的对象。6年来，林泰游走于情场，从未动心。17个月前，结识了美女歌手杨丹，从此陷入情网。案发前3天，有网络媒体曝光了杨丹与某男演员一夜情的消息，顷刻间，他们成为了焦点。林老师，怎么样？庭审开始了吗？正当人们都在关注着林泰会作何反应时，没想到皇帝不急，公主急了。林萌萌在大怒之下找到了杨丹，双方先是谩骂，后来演变成了杀人事件。哎，你们猜他被捕的时候会不会说我爸是林泰啊？导，法官们准备入场了。时间到了，1号机转法庭内。现场报道就此结束。有关庭审的详尽内容，我们会在晚间黄金时段为您专题报道。庭审马上开始，所有机位准备。被告人林萌萌开着红色卡丁车进入了海威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寻找被害人杨丹。哎，你就是杨丹的司机呀？嗯。我听说你是林泰的老部下了，还是林泰把你分配过去给杨丹开车的？好像是你目击了现场。还是你报的警？
问你一个问题行吗？这杨丹，一会儿跟某男演员传绯闻，一会儿跟某老板搞外遇，这些新闻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我不清楚。你怎么能不清楚呢？因为我只管开车，不管开房。嘘。被告人林某某，请问案发当晚，你是否开着你那部红色卡宴进入现场？有的。停车后，你是否约见了被害人杨丹？是的。然后你把她带进你车里？是的。在你的车刚刚启动后，她又下了车，并指着你争吵。是的。然后你就开车撞向了。我当时喝多了，神志已经不清醒。你确实喝了酒，但是你的神志一定清醒，否则怎么会清醒的倒退停车？怎么能清醒的加速撞人？辩护人，对此你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被害人杨丹的胸腔和四肢受到了强大的撞击，但是真正置于他死命的是这根铁钉。被告人，对此你是否反对？我只知道，我确实开车撞了他，但钉子的事情，我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想过。辩护人，对此你是否反对？辩护人，对此你是否反对？不反对。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只是闲聊，你别介意啊。你是林泰的老部下，按理说你跟他们一家人的感情都特别深吧？那你当时在报警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点矛盾呢？请控方证人赵娟准备出庭。那你坐着，我先去了。案发当晚8点15分，我在酒吧里见到了被告人林萌萌。我耳闻目睹了林萌萌扬言要杀死杨丹的举动。让他彻底在我面前消失。杨丹可不是省油的灯，那我就把他杀了。萌萌，萌萌，杀谁呀？就这样，他恶意伤人，导致杨丹的死亡。请问被告人林萌萌，对此指控你是否反对？我不反对。辩护人，你是否反对？不反对。这样，水货。肃静，请不要交头接耳。公诉人已经阐述了被害人的死亡原因，请问辩护人，你对此有没有疑问？
请问辩护人，你对此还有没有疑问？有。审判长何以婷，今天我们庭审的内容是什么？是被告人林萌萌的杀人案件。可是公诉方所提供的证据，无非都是一些两个女人之间的争执，与死亡无关。是车撞人导致了死亡。审判长何以婷，我申请我的4号证人出庭，他将告诉我们被害人是如何死亡的。那天晚上8点45分，我陪被害人杨丹进入海威大厦，是去参加一个演出会谈。你究竟想说什么？从话里听，他像是见什么熟人，神经病啊！我没太注意。我要去一下地下停车场。我陪你去吧。不用了，我5分钟就上来。后来等了足足有10分多钟，还没回来，我就决定下去找找他。你当时有没有看到凶手是谁？没有。我下去的时候，就看见一辆红色越野车的背影，一闪。杨姐，杨姐。以你和林家的关系，如果看清凶手是谁的话，你还会报警吗？应该不会吧？辩护人，对此证词你是否有疑问？辩护人，你是否有疑问？有。注意注意，推个特写。你做了林泰15年的司机，你对他的印象如何？林先生是我老板，一直很照顾我。你给被害人杨丹做司机多久了？1年多了吧。工资由谁发？当然是林先生。你怎么评价这个女歌星身份的被害人？她的歌还是很受欢迎。那是歌迷的事情。你喜欢她吗？我也是她的歌迷。她尊重你吗？还好吧。撒谎。她从来就没有尊重过你，所以你一直仇恨她。只是她作为你老板的女人，你敢怒不敢言而已。是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啊？抗议！辩护人在主观臆测。辩护人，请出示你的证据。我的证据就是10月2号，你过37岁生日的时候，曾经当着家人的面许下了名愿，其中一条就是希望被害人杨丹出门被车撞死，是不是？是不是？需要我亮出证人吗？是的。他有时候说话对我不太尊重，有一些侮辱性的言辞吧。所以你恨他？是的。你刚才说你很感激林泰是吗？是的。到了现在依然很感激吗？是的。又在撒谎。感激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你恨他，你恨透了他。你说什么？我说得很清楚。林先生是我老板，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为什么要恨他？因为你老婆，因为你老婆总是跟他上床，而且你一直都知道。反对，这是对我的证人进行侮辱。不是侮辱，是落实他是否在撒谎。请问，一个霸占了你妻子的男人，你为什么会感激他？你说他对你很照顾，
难道你的意思是，连你老婆一起被照顾？肃静，请保持肃静。你有一个合法的妻子，还有一个4岁的女儿。如果你还是一个有骨气的男人，就请你如实回答我。面对林泰的侮辱，你恨他？我不想回答。不想还是不敢？难道连恨一个占有你妻子男人的勇气都没有吗？是的，我恨他，知道吗？审判长，我反对辩护人纠缠与本案无关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与本案有关的问题。林泰家有几部越野车？林泰家有几部越野车？2部。没错，一部是宝马 X5，一部是保时捷卡宴。请问这2部车在启动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有没有区别？有。你作为一个15年的老司机，完全可以凭着发动机的声音就区别汽车的品牌。根据场地条件，林某某的车从肇事地点开到出口至少需要20秒。你从电梯走出来到停车场，眼睛看不到，耳朵也至少听了20秒，所以你一定知道，肇事的车辆就是林某某的卡宴车。我为什么要隐瞒呢？因为你要报复，报复一个长期占有你妻子的男人，林泰。你知道林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他的女儿，让他的女儿坐牢等于杀了他。这样就可以一解你的夺妻之恨，是不是？是的，我就是要报复一个有钱的王八蛋，我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辩护人，本案审判的是被告人的杀人事件，即使确定证人孙伟是在知道谁是凶手之后报警，也不影响对被告人的定罪。审判长，我的盘问还没有结束。当你走进了案发地点，看到杨丹已经倒地之后，你做了什么？我走过去，晃了晃他肩膀，他没反应。然后呢？然后我就晃他脑袋。等一下，你的感受如何？什么感受？林泰长期玩弄你的妻子，如今你面对着已经不省人事的林泰的女人，你的感受如何？我不许你提这件事，我不许你提。可以不提，但是你必须回答我。你的感受？好，我的感受，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你满意了吗？除了开心之外，还有什么收获？收获？当你靠近这个不省人事的女歌星的时候，你从她身上拿走了什么？你拿走了不属于你的杨丹手上的那块价值300万的百达翡丽手表。告诉你一个秘密，女明星上街是必须配齐珠宝的。所以我相信，此时此刻，这只表就收藏在你的家里，是不是？偷窃300万，将使你坐牢15年以上。所以，无论今天发生了什么，你都走不出法庭了。审判长，现在我的证人已处于心理崩溃的状态，请暂停这个盘问。驳回。你走进了杨丹，晃了晃他的头，想看看他的伤势如何，是不是？这里是法庭，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是的。然后你看到他属于半昏迷状态，是的。是的。然后你又看到他的头后面有一根裸露的钉子，然后你就抓起他的头撞向那根钉子，是不是？不是的，反对！辩护人在利用我方证人的口误，反对无效。
你杀死了林泰的女人，替罪羊又是林泰的女儿，再加上林泰买单的那块300万的手表，恭喜你，你彻底的报复了林泰。请你看看我的当事人，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的话，就请不要毁灭一个花样年华的女孩，因为她也是父母养大的，跟你的女儿一样。承认吧。虽然你失去了自由，但是从此获得了一个男人的尊严。是的，是我杀死了杨楠。上午好，今天是5月28日，星期一。我们在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为您现场报道本地著名金融企业家林泰之女林萌萌涉嫌谋杀其父女友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上午9点将在这里开庭审理。喂，开庭了吗？怎么了？我希望你败诉。为什么？萌萌是我最好的学生，无论是专业还是人品，所以，我绝对不相信他会干这种事情。你看，这就回来了，童叔叔好。好了。什么？你爸爸是林泰？一直以来负责的都是重大案件。1997年法学毕业进入检察院，负责调查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林泰。15年期间，检察官童涛曾3次对林泰提起诉讼，但均因证据不足而败诉。第2年，我第2次起诉他，依然是商业诈骗罪。开庭在即，原告却突然撤诉。第3次，金融欺诈罪。庭审第1天，有证人当庭翻供，翻供未果。第2天居然冒出个替罪羊。那这次可是刑事案件啊，还会有人替他卖命？
没有谈不拢的买卖，只有谈不拢的价码。我了解周瑜：一，擅长逻辑反驳；二，善于偷换概念。一个敢于耍赖的老板，搭上一个善于颠覆的律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那就是在庭审问题，以假乱真。案发当晚是由我负责查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审判长，辩护人不反对。我在第一时间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林萌萌。辩护人不反对。我亲眼目睹了林萌萌扬言要杀死杨丹的举动。不反对。辩护人不反对，不反对，不反对。我申请你的4号证人出庭，他将告诉我们被害人是如何死亡的。孙伟既是我们最有力的证据，同时也是我们最大的变数。他跟林泰有着15年的渊源，就证明了他有被收买的可能。如果被收买，他最有可能做什么？当庭翻供。因为你老婆就是跟他上床，而且你一直都知道。是的，我害怕。然后你就抓起他的头，撞下那根钉子，是不是？请大家让一让，林泰先生要配合我们警方录一下口供。请问林泰是不是被捕了？不是，林先生核实一下口供。那我们就有权利采访。林先生，今天的结果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请问您有什么想法？就在这里4个小时之前，我跟你说过，我的女儿没有杀人。请问您是怎么预测的呢？这不是预测，这是信心，父亲的信心。你们俩怎么看待今天的庭审？很意外。什么叫意外？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凶手竟然会是孙伟。谁告诉你凶手是孙伟？庭审的时候，我一直看着林泰的眼睛，他一如既往的狡猾、诡异。别跟我扯什么妻子外遇、男子尊严，变得天衣无缝，演得栩栩如生。但我看得出来，这是一场戏。走。彭姐，干嘛去？去查清这个混蛋。既然你魔高一尺，必须道高一丈。当一个人横竖要死的话，就索性拿命来换钱。不可能有人无缘无故为林泰卖命，他是林泰，不是拉顿。靠近中午时分，庭审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在辩护律师的火眼金睛下，控方证人孙伟被拆穿真相，竟然是他贼喊捉贼谋杀的被害人杨丹。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他们这么快追过来，是想要偷梁换柱吧？魔术不但要把假的变出来，还要把真的变回去。查孙伟，急急直系亲属所有的账户，看里面有没有巨额转账。这种买卖没有合同可签，必须当场兑现。查一下孙伟有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赌博或者黑市投资。当一个人欠下高额或者无法偿还的时候，他只能卖命换钱。小五的电话说，孙伟和他老婆苏红现在在公安局接受调查，明天上午我们可以介入。喂。
你也是，不早点回家休息，干嘛等我？今天法庭上有那么多的变化，我想你可能没吃饭吧？法庭从来都是千变万化的，没什么。你知道吗？其实我每天都在祈祷。什么？我希望你败诉。萌萌15岁就跟我学画画，这5年来，我看到的萌萌是一个有爱心，她对周围的人都很……请不要用感情来替代法律。我知道你讨厌林先生，因为林先生……别什么林先生，他叫林泰。你什么态度啊？我知道你了解萌萌，但我更了解林泰。17年前，我在法学院有一个非常好的哥们，他开朗憨厚。有一天，他哭着告诉我，他父亲自杀了，被一个名叫林泰的人诈骗破产了，而那个林老板却因为罪证不足而逍遥法外。可你现在面对的是萌萌。我跟你一样，也希望萌萌是无辜的。但是感情替代不了真相。那真相靠什么来呈现？是靠证据。好啦，证据出现的时候呢，我希望童检察官，你能够尊重证据。童检，有突破。怎么说？孙伟得了癌症，脑癌，中期，2个半月以前确诊的。2个半月前？嗯，也就是案发前半个月。如果说案发在晚上10天，孙伟就不再是杨丹的司机了。那这就可以推断了。当林萌萌被捕后，林泰找到了孙伟，收买了这个即将要死的人。逻辑上没有问题，但还要找到买命的酬金。大刘那组人已经在做地毯式的搜查了。童检，警方来电，我们现在就可以审讯了。说什么呢？为什么上床呢？还是说上了床之后的细节？从起因说起吧。面对一个风度翩翩又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有谁会拒绝吗？我们已经知道了，你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童姐，找到那笔钱了。200万整，是从林泰的私人账户汇给孙伟的。太好了，解决了基础的证据。可是，这笔钱汇出的时间不是在案发后，是案发前的4天。确诊癌症后的第8天，林泰以私人关系送给孙伟200万作为养家费。4天后，萌萌杀人，孙伟在没有看到萌萌的情况下报警。案发后，为了将功补过，便站出来替罪。我愿意跟他上床，我愿意伺候他，因为有钱可挣。你以为你一言不发就能蒙混过关是吗？看来夫妻俩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报恩。从案发第1天起，他们已经精心部署了所有的对策，包括此时此刻。你错了，林泰付给他200万，不是因为他15年的鞍前马后，而是因为我的温柔。我很理解你，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索性把命送给老板。又错了，正因为他得了癌症，所以他无法享用我挣的钱，所以他也无需再忍。别指望他们会招供，因为我们无从考证。
至于我们每晚几次啊，用什么姿势啊，尽管调查吧。集合开会，重新梳理案发现场的资料。今天需要录林泰口供吗？找到新证据之前，没必要。我再也见不到爸爸了，是真的吗？爸爸出事了吗？如果不出什么差错的话，我女儿将在2天之内被无罪释放。我要向希望会手捐款，再捐20所希望小学。我想以我自身的遭遇，为天底下这些父母们在教育单亲子女的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借鉴。总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过来，谢谢大家，也拜托。谢谢。来的都给过，够辛苦的，像歌星一样到处安排采访。我只是……别跟我扯淡！我要聊一点真话。杀人必须偿命，但谁杀的，谁来还。我想，童姐，你真的误会了。不能因为你有钱，就拿别人命来顶。人家一样也是爹娘养大的，没有贵贱之分。明天就要开庭了，你有证据吗？这就是我要跟你聊的真话。无论明天判决如何，我都不会放手，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耗得我退休为止，必须让真凶伏法。这是我说的。童姐，求求你，放过我们。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开个价。害怕了？你终于不再演戏了。说，能出什么代价？你假借拟定，绝不还价。真够胆量，竟敢大白天下午4点钟在公共场所向我行贿！姓林的，我还没有说完。一旦萌萌落网，你也将受到制裁。罪名是制造伪证。上次的庭审出现了意外的局面，因此在明天上午重新开庭后，被告人的父亲林泰被要求上庭作证，他将对童姐，有情况。自己的陈述。怎么了？刚刚有一位署名萤火虫的人给我们发来一封邮件，是这么说的：尊敬的公诉组，这2个月我一直在关注杨丹案件，庭审的时候也一直在现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案发时我恰巧就在现场，并用手机录下了犯罪过程。你们需要吗？能不能找到对方的 IP 地址？需要时间。这会是真的吗？您星期有吧？立刻回复需要。强子，你去追踪对方的 IP 地址。好。怎么样？那个人回话了没有？
对方是用波状登陆了，查不到位置。别再想这个证据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信念。即使林萌萌无罪释放，这个案子丝毫不能放弃。嗯。哎，对方回信了。林泰势力很大，我不敢出来指证。经过一夜的考虑，我决定告诉你们真相。孙伟不是凶手。就这么多？就这么多。我们需要是现场录像。好，我来回信。我把现场录像传给你们，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现在离开庭也只有半个多小时了，开始吧。经过3天的休庭后，今天上午9点将继续开庭。按程序，被告人林萌萌的父亲林泰将出庭作证。李老师怎么还没来呀？李老师现在在上大课呢，估计赶不过来了。如果对方提供的录像上有林萌萌杀人的证据，就当场递交给法庭，申请再次休庭。好。诸位，我们不能被动的辩护，一定要利用他的2样优势。第一，他只有20岁，还是个孩子；第二，他是个失去了妈妈的单亲孩子。煽情战术。开庭之后，我们要步步紧逼，无论检察院亮出什么观点，我们都要在第一时间反驳，不给他们渲染的机会。我会首先开炮，反驳他们的合理性，礼节跟上，补充我的逻辑。好了，你负责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环节，煽情。2句之后我就开始眼含热泪，讲到一半我争取哭出来。你的眼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全场的听众眼含热泪。喂。您好，周大律师。你好。长话短说吧，我要跟你做一笔重要的交易。你要跟我做什么交易？只要林萌萌无罪释放，林老板会额外给你1000万的奖金，没错吧？你想说什么？我手里握着一份林萌萌无罪的证据，想跟你交换。你有林萌萌无罪的证据？是的，这个交易可以吗？我能不能看看证据？我还没谈价钱呢。你说吧。我只要100万，这100万将使林萌萌无罪释放。如果真是这样，你应该去找林泰啊。我现在要找的是你啊。我什么时候能看到证据？等你进了法庭以后。我凭什么相信你？法庭会帮你核实的。你要怎么交易？等真凶现身，你再付钱给我吧。下车。我有一种预感，这不会是空穴来风，否则他也不会先交货再给钱。可到现在，他并没有提供证据啊。喂，大律师，快进法庭吧，5分钟后收货。喂，知道什么叫做夺妻之恨吗？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借刀杀人吗？知道。好了，看你的彩信吧。
审战术。全体起立。大约10分钟以后，法院庭开。辩护人没有意见。但是真正置于他死命的是这根铁钉。不反对。我清楚地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不反对。 因为你老婆总是跟他上床，而且你一直都知道，然后你就抓起他的头撞向那个钉子，是不是？是的。慢慢的，不许开！喂。 现在是你付款的时间了，91路的岔口等你。我陪你去吧。在车里等我。谢谢。 不客气。为什么今天才说？我也是今天早晨才做这个决定的。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林泰呢？林泰已经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了，不想再让他破费了。那现在杨丹死了，你老公也完了，你是不是想嫁给林泰？ 顺其自然吧。不过我相信，经过这一次，林太太一定会感激我的。配合你选择男人的标准，位置互换，你也会这么选的。你好，您是苏红吗？嗯，孙伟的老婆。麻烦你跟我们去趟公安局，有些事情需要跟你核对一下。 好啊，回头见。来，庆祝一下吧。庆祝什么呢？真凶落网了。而且你又打赢了一场根本就不可能的官司。 对吧？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如果孙伟是在演戏呢？2个月前，我第一眼看到林泰，就感受到他那双眼睛里藏着太多的阴谋。今天法庭上，我没从那双眼睛里看到惊喜，反而是老谋深算的平静。 您慢着。谢谢，谢谢。林总，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吗？好，马上。哎，稍等一下。哎，周律师，谢谢你。我不想说这些。哦，奖金的事情，今天太晚了，明天一早我先给你打500万。 等萌萌放了以后，我全部付清。我想知道孙伟的价钱。什么孙伟的价钱？你出钱，他演戏，我接招的那场，这么快就忘了？生与死的结局，谁敢演戏？我必须知道孙伟的价钱。那我告诉你，没有价钱。 让我们抢先一步，先戳破孙伟，再戳破林泰。正常情况下，命比钱重要，但有一种情况例外，他快死了。这种收买，酬金必然先到。我断定钱就在他家账上。毫无疑问，我们正在跟检察院赛跑，同样的方向。
面的报道。周丽判断正确，孙伟的确是癌症。演得好。昨天晚上，林泰已经全部告诉我了。我很佩服你的勇气。行了。丽姐，汇款找到了，但时间不对。看来我们的战略要改变。你确实很漂亮。我要是林泰，就真的跟你有一手。说什么呢？行了，别演了。下一步怎么办？去找林泰，这个王八蛋跟付我奖金呢。在车里等我。剩下的500万，未来不会再接你的活了，价钱不错，但太危险了。刚才进门的时候，撞见童涛了。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危险的信号。这个人10几年前就想把我怎么着，可是到了现在还是没把我怎么着。想给我这种人定罪，需要确凿的证据。那证据呢？是，有的时候，时间能解决一切问题。那是我和他的事情，与你无关，以后也与你无关。那就好，谢谢，我先走了。有情况。有一个人匿名给我发了一封邮件，他说案发当时他正在现场，并且用手机记录下了整个犯罪过程。他有现场录像，要交易吗？200万。怎么核实真假？他说会把录像的前半段发给我们，确认属实以后再发后半段。好了。你们林家就有钱吗？找谁啊？我杨丹生没见过。看来这就是录像的前半段。丽姐，我用了显微对比，环境和陈设是完全一致的，应该可以确定就是案发现场。能查出是谁拍的吗？不可能，停车场一天那么多流动车辆，公安局也没法查。录像应该是真的，继续跟他们谈判。对方要求先付50万定金，然后可以现场交易。对方为什么不找林泰交易呢？汇款。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是侦察兵出身，放心吧。走吧，走。丽姐，录像、录音这种东西，毕竟不是指纹和凶器，它是不能成为铁证的。你觉得我们有这个必要吗？到了，这个就是他们的指定地点。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喂，我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不跟林泰交易。汇款。竟然是他谋杀彤姐，被害人有情况。杨丹。检察院收到第一封信了。丽姐，怎么说呢？全世界任何国家的任何律师都不可以做出对当事人不利的事情。既然我不是林泰的帮凶，总需要有一个证据吧。从今天开始，这个电脑就被封存起来。什么时候再打开它呢？等将来同他调查我伪证的时候。放心，我是个生意人，不会感情用事的。当你花200万买它的时候，你已经在……我再买一个筹码。技术我传给童涛，也会在上面加一个鹦鹉病毒。10分钟以后，文件就会自动消失。我服从你的所有决定，但是能不能请求你，把这件事情先缓一缓，等到开庭之前再把文件寄给他。至于林泰，无论你怎么讨厌他，林泰毕竟是我们的当事人，他是我们的老板，我们是律师，他根本不配做任何人的父亲。你们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马上要开庭了，你到这儿来干嘛？我有一个问题，心里一直不踏实。什么问题？孙伟真的是凶手吗？当然，毫无疑问。如果检察院
有证据证明他不是凶手，我该怎么办？不可能。萌萌，我想知道，案发当晚到底是谁开车撞死了杨丹？我要听真话。告诉李杰，马上把录像传给童涛。丽姐，案发当晚，到底是谁开车撞死了杨丹？是我。是你吗？是我。朱大律师，祝贺你啊！
辩护的是林萌萌，她无罪了，就说明你已经成功了。在省际高速上，一辆大型货车与小型客车发生了撞车事故。到目前为止，受伤人数你不用关心我了，你关心你自己就行了。送往医院救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救援人员也在紧张的修车辆救援伤者。再见。来看下一条。据本台记者报道，前段时间轰动一时的有关富豪林泰涉嫌杀害其女友杨丹的案件，将于明天早晨9点开庭审判。尽管本案最终还没有盖棺定论，终于可以将他绳之以法了。像他这样的人，会乖乖束手就擒吗？那他还能变出什么花？这正是我在想的问题。内部消息，检察院方面声称，上次庭审期间收到过一份神秘录像，从而确定了对林泰的怀疑。当然，对林泰的审判还没有开始，一切指证有待法庭定夺。我会死在龙飞城后，我会死在你手里。这句话和当时的状态是不沾边际的，究竟什么意思？那是因为他失控了，才吼出这么不沾边际的话。林泰有没有付款给某家装修公司？查一下最近林泰有没有购买大量的二手车。装修地点在哪儿？什么？宿县。能告诉我具体位置吗？各位观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7月20日，星期二。有关富豪林泰涉嫌谋杀其女友著名歌星杨丹的案件，上午9点将在这里开庭审理。这是一个离奇的案件。一位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女朋友之后，试图让他自己的女儿为他顶罪。我看到了，红星机械厂是吗？现在开始。
你女儿作为杀人嫌疑犯被警方带走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司机孙伟呢？完全没意识到我是萌萌，要不然我怎么会报警呢？不，泰哥，你放心，咱们可以想办法挽回，咱们一定能挽回。行了，别再说。泰哥，你忘了，我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人，进不进监狱又能怎么样呢？我不能辱没你们的名声。行了，别说了，出去吧。和命比起来，名声算什么呀？出去。萌萌，我是看着她长大。6年前嫂子过世的时候，她是拉着我的手，拜托我照顾我。萌萌不光是你的，她也是我们俩的孩子呀。我威胁了孙伟夫妇，逼迫他们做我的伪证，整件事情全是我一个人包办。那么律师周丽呢？他有没有介入你的伪证行动？从来没有。因为他撞死的是明星，举国关注；又因为你面对的是童涛，无从收买，你只能依靠我了。好，价钱你定。必须调动舆论的力量，让广大的群众对萌萌展开同情，收买大量枪手，让他们对即将的庭审进行大规模讨论。同一主题，单亲孩子最可怜。看这个，就是太可怜了，好可怜。对付这次审判，我们辩护的核心是宽恕，手段是煽情。记住，老百姓永远都是善良的。萌萌，加油！演员找来了，2个香港女孩，无论身材、脸型都跟丹丹、萌萌很像。到时候咱们只拍侧面和全景，应该没问题。高跟鞋。手包2个，墨镜，假发，每一个动作，包括动作的幅度、速度，都要完全一致。散开，各就各位，来。预备。被告人林泰，你在整个过程里，有没有什么人事曾对你造成过压力？有一个人在长达10几年的时间里给我压力，哪怕追到天涯海角，哪怕耗得我退休为止，我都不会放手。正因为他的存在，我今天才站在这儿。开始。咱不就是有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杨丹什么没见过？杨姐。应该没问题。从这里到这里，好了吗？行了，跟真的一模一样。再拍一遍。再拍一遍。嗯。好。来，咱们再拍一遍。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把凶手换成我。为什么呀？多一条退路。
我还是不明白，你何必要自己演凶手？我知道我在佟涛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不可能相信孙伟。换成了你，他就会相信了吗？那辆撞死杨丹的红色的卡宴车里和方向盘上留着林泰的指纹。除了指纹，晚饭的时候我也恰巧和杨丹亲热。经法医鉴定，案发当晚，杨丹的脸上、脖子上也留有林泰的指纹。何谓真相？你相信它是真相，它就是真相。怎么会是他？他才是本案的真凶。何谓真凶？在大家心目中，也更希望我是凶手。综上所述的所有细节都符合林泰杀人的逻辑。把我的录像发给助理。我们可以继续周旋。我一天不落网，萌萌就一天不得安宁。至于孙伟，我不应该，也不可以，让他的孩子在自卑中度过一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萌萌平安。你说呢？他爱你吗？爱。被告人林泰，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要向法庭道歉，因为我欺骗过这个人。我要向检察院道歉，因为我也欺骗过你们。但是我希望法庭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有生之年，在我奄奄一息的时候，能再和你自己看看我的孩子。我是个俗人，一生中最爱的就是我的女儿，她的婚礼我参加不到，但是我特别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孩子牵着我的手，叫我一声爱我。求求大家给我一个机会。
抱歉，人是我杀的，一直没跟你说实话。我今天来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做你的辩护律师，我1分钱也不要。不用，谢谢。我已经知道内幕了。我知道你知道内幕了。我一直在掩盖我自己的罪行。我去过了宿县的红星机械厂。林泰，让我来为你辩护吧。我陪着你走进法庭，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法官。相信我。现在的结果，所有人都满意。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东西比命重要。换了你，也会这么做。不会，我是一个律师，我必须为真相负责。你被解雇了。我是你的雇主，从这1分钟开始，你被解雇了。彼此相识一场，祝福。嘿。你想过，萌萌可能成为孤儿吗？至少有人爱过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林泰早就让那把楼拆掉了。但是你悄悄地保留下来。我冥冥之中是希望童涛能找到那里。
怎么就你们俩呢？童姐呢？怎么了？不对，林泰所有的罪证，在逻辑上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以为他一定会偷奸耍滑，一定会困守游斗，但今天法庭上的他，眼神却是一种心安理得。可能他觉得再抵赖也没有用了吧？不是这样，一定不是这样。我要在宣判以前从头整理一遍，我要把我所有的疑问解释清楚。你们俩先回去吧，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现在就去吗？现在就去。我已经有了失误，懈怠的话就变成失职了。哎，童姐，我陪你去吧。不用。他去了林泰的故乡宿县，他直觉必须从那儿查起，才能弄清楚林泰的内心，也包括那个困扰很久的龙背强。这龙背墙不是一面墙，而是一座山，离这有60公里。每当重阳节和中秋节的时候，本地的老百姓喜欢带着一家老小去登山拜神。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吗？一个关于父爱和救赎的神话。远古的南龙王老来得子，所以对小龙王是宠爱有加。但小龙王淘气任性，到处惹祸。直到有一天，他真的闯出了大祸，失手烧掉了天庭的神龛。慌乱中的小龙王回到家里，天庭自然不会放过他。南龙王为了救儿子，他冒充小龙王，趴在盘龙山下，接受雷电的击打。所以我开车撞了他，我把他撞成肉泥，懂吗？眼看着父亲被烧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小龙王悔恨愧疚，他一下冲出来要承担这个惩罚。爸爸，不要这样说！爸爸，让吧。南龙王为了让儿子封口，便一头撞向身旁的金刚兵，当场死去。混账！我会死在这辈子。养不教，父之过。南龙王认为自己死得其所，死后他的尸体便化作龙背山。经过这场灾难之后，小龙王幡然顿悟，终身恪守本分，与人为善。后人将龙背山改称为龙背墙，是因为这面墙挡住了小龙王所有的罪行。
但也欣慰。你终于懂得什么叫失去，什么叫悔恨。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已经长大了，你将拥有一颗宽容的心来面对任何人。未来的你会是一个善良的、厚道的、受人爱戴的人。宝贝，爸爸爱你。